找好地方了吗？现在我这倒有几个备选啊，你看看哪个行？清泉寺静心之旅，远离喧嚣，净化心灵。郊外露营，你看上次我看到露营玩挺开心的，要不也可以试试这个。还有呢？还有近点的就是南湖公园，泛舟垂钓。那手机尾号是652吗？对。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地方吧，都太安静了。咱们一伙人换个地儿继续 emo 吗？他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是情绪都憋在心里了，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发泄出来。乔宁问有没有那种特别累能暴汗的那种。那徒步南山怎么样？这可以。你别说，这还真行啊！20公里，这不把人累个半死？到时候脑子空了，哪儿都空了，什么都不想。那他能去吗？等我先看看他什么情况，我再跟他说，把他弄出来。行，你们也先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咱好了直接出发。好，放心吧，我马上到了。先不说了啊，拜拜。刘烨，是我，乔莲儿。柳叶，锁已打开。柳叶，我进来了。柳叶，人呢？干嘛呢？柳叶，柳叶，在里边吗？我进来了啊。你最后一次见你的朋友柳叶是什么时候？你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那他当时有什么异常吗？他最近因为一些误会，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，
情绪不太稳定，只是我没有想到会。我们已经确定过了，你的朋友死于自缢导致的机械性窒息，基本可以排除他杀的可能性。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，可以推断出他的死亡时间没有超过2个小时。2个小时？这是我们在他的书桌上找到的，由于查案的需要，我们拆开查看过。这应该是他留下的遗书。现在案子已经完结了，你拿回去吧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昨天咱们见面不还好好的吗2个小时。什么？警察说，他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。他没回我信息，我要是早有察觉，或者我早点去找他。乔玲姐，这种事情谁也没想到会发生，不要太自责。陈老师，你拉我干嘛？你别逼他，他需要自己冷静一下。小莲姐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想我已经解脱了。原谅我不辞而别，只是因为我害怕再见到你，我会失去这最后的勇气。这个世界让我眷恋的部分有很多，比如猫，比如你。但我后来发觉，什么都抵抗不了那种觉得自己一文不值的痛苦。我曾经珍视的、引以为傲的才华、自尊，悉数被粉碎。我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，没有一点希望。对不起，爸妈，儿子不能尽孝了。希望弟弟能快点长大，以及我的猫，就拜托你们了。乔玲，没事吧？乔玲姐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坚强。有点饿，吃饭去了。你们都不吃吗？
我吃不下，想不明白，柳叶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就……不怨我。我要是当时没被女扮男装那回蛋给吸引了，我要是再认真一点，看得再仔细一点，兴许就能找到那真凶。那样柳叶他也……我也有责任。你们是想让我安慰你们吗？对不起啊，我现在说不出来。柳叶那2只猫，拜托你们照顾一下。我不太能进那个屋子。放心，这事交给我们。你们要不吃的话就撤吧。我明天还有个采访。好的，乔妈，我知道了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放心。怎么样了？乔妈说她已经睡下了。我有点担心她。真正的崩溃都是没声音的。那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现在连哭都不会。都怪我，要是早点能发现柳叶不对劲就好了。薛先生您好。你好。您好，您好，我是归都在线的主编，我叫胡小萌，也非常感谢你啊，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专访。我订阅你们很久了，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不小。首先，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。其实我们也是认为动物保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哎，小季，这是我们这次的专访的主持人，你们就准备一下开始吧。你好，崔先生。辛苦辛苦，准备一下，请坐。各位好，这里是聆听他说的特别直播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季玉岑。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恼火熊事件的主角。大家好，我是隋先生，我今天能够……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出了点状况，来晚了。哎，辛苦您帮我拿下，谢谢你啊，小季，拿给我。我来吧。那个，这期节目已经交给小季做了，你今天休息。主编，放心吧，我没问题。那个舒华老师，我们尽快收拾一下，直接开始吧。你好，隋先生，我是乔琳，之前一直是我跟您联系的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？哦，你好。你好，那个大纲您应该大概了解了一下吧？啊，是。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我看一下这个，哎，稍等，不好意思，这好像不是我的提纲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柳叶，哎，柳叶，我这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主编，刚刚是我失误了。你先回去歇着。不行，这个采访是柳叶之前专门磕下来的，我得跟完啊。你现在这个精神状态，你能跟完吗？我可以，我调整一下。哎，请您相信我，真能做好。主要是刚才那个有点着急，您相信我好吗？
我现在那个，我也不能闲下来，不想闲下来。你别骗自己了，你现在什么都干不了。不是我，听话，回去歇着。乔玲，那个柳叶的爸妈今天打电话了，说告别仪式定到明天了。哦，知道了。虎哥，咱们下次还是坐公车吧。啊？没事儿，就是现在做这个难受。一会儿帮我喂吧，你这个状态到他家更难受。没事儿，我都答应乔玲了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嘛。7号线色魔的事儿你看了吗？飞哥自杀了。要不说，现在这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差，敢摸你就敢认呗。对呀，屁大点事儿他也自杀了。这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说后边吧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反转的吧，结果人就这么死。能有什么反转？要我说他也是活该。不是别人的手，对吧？现在是我自己都管不着。那你说没必要了，他也是活该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不是，你脑子有病吗？他是你爹吗？你脑子有病啊！你爹教你这么说话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能说什么？你谁呀？你神经病！我来，差不多行了啊！你别拦我！有种你下来跟我说，你别在这瞎说！我就站这，你过来！你拦我干嘛？你就那两个混蛋瞎说吗？我知道你很难受，我也难受。李哥，我更想柳叶。之前经常跟你一起来的那个男孩，他怎么没来呀？他来不了了。他要是在啊，你一定能啊一抓必中。为什么呀？他可会着呢。哎，这怎么关键时刻，怎么就不玩了呢？我知道老板，这个机器被你调过，我试了很多次了。我知道，每过14次会出现1次强招案例嘛，对吧？那你还等什么呢？主要，柳叶，哎，乔玲姐，快来快来，又在抓娃了。我都抓了好几次了，一直都抓不到，你试试。我肯定抓不上来。不是，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技术，都是靠运气。你运气一直都比我好，你试试，说不定你能抓到。肯定抓不上来。万一呢？你都没有抓过，你怎么知道抓不上来？谁说没抓过？没有一次抓上来。这个小绿怪，我抓了。抓，没问题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哇！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来？我就是来看看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死。哎，那天在地铁上，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是他动手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别逼我了哈，我真的不想再回忆了。桑尼，柳叶已经死了。我希望你能好好想想，那天在地铁上，到底是谁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让我走吧，你让我走吧。谁呀？桑尼。他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走吧，快下葬了。吉时到，恭请落葬。我的儿子。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毕尽献。刘烨，我知道你的秘密了，谢谢你骗我，我非常非常想你。
你是乔琳姐姐对吧？我哥和我说过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你了解他的。网上的信息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是那样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哥哥是特别特别好的人，你永远记住，他是被冤枉的。我好像从来没有跟柳叶喝过一顿大酒。人是不是老是后知后觉？等到没有机会了，才知道后悔，知道晚了。别喝了，乔亮。心里的话，我是一个合格的朋友。别喝了。你怎么也喝上酒？我这儿也难受。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了，但是对于柳叶来说，可能根本就不够。我极力的想要守护这个世界，可他根本不值得。如果正义注定无法被伸张的话，而恶却能大行其道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所信仰的那些准则，这都成了笑话。柳叶，柳叶是最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人，但是这个世界容不下他。你们，所以这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呢？摆烂吗？陆光，连你也这样吗？那世界是美好的，但它总也有阴暗面嘛，这很正常的嘛。就是因为它有黑暗，它才更需要有人去成为那个光，成为那个太阳，照亮它嘛。不行，咱这样不行，知道吗？柳叶爸爸妈妈他弟弟还等着我们去帮他呢。现在谁都能倒下，就我们不能倒下。我们都倒下了，谁帮他伸张正义啊？这才叫不负责任吧？不能倒下，也不准倒下，谁也不允许。
这件事没完，我一定要找到猥亵桑林的真凶，给柳叶一个交代。醒啦，早餐吃点解解酒吧。头好疼啊！疼就对了，要不怎么能叫宿醉呢？我现在开始理解，为什么有人喜欢喝酒。为了醉，为了断片儿，忘了眼前的烦恼。你们知道奥氮平吗？谁？奥氮平是一种精神类药物。小玲，我知道这事对你打击不小，但要不咱们再喝一顿？是药三分毒啊，你不能酸啤。不是我，是桑宁。啊？我昨天在他包里发现了这个药，而且他的精神状态好像也不太稳定。他也受刺激了？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这不是个突发事件吗？不至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为精神疾病吧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件事之前，他就已经有精神问题了？也不能这么轻易下结论，最好能找专业人士了解一下情况。我不专业啊，我精神状况一直还行。哦，明白，我去找何医生，我去问问他。我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。奥氮平主要是治疗精神分裂的药，对于躁狂和双向情感障碍也有一定的效果。不过它主要针对的是这类疾病的继发性情感障碍。继发性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它是一种需要长期服用的药，针对的是取得初步疗效、需要进一步深化治疗的患者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看到你朋友在使用这个药的时候，他一定已经经受精神之苦很久了。作为朋友，有点失职啊。嗨，哎，也就是个普通朋友，我随口一问，平常都不怎么见面。不管是精神分裂还是双向情感障碍，患者的精神世界都是非常痛苦的。并发的时候会伴有幻听、幻觉，会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。你说会有幻觉？病情严重的患者会分不清幻觉和正常生活之间的界限。多谢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对了，小石啊，柳叶的后事办得怎么样了？算是入土为安了。明白。一会儿见。看来桑宁在地铁事件之前就已经长期患有精神类疾病。而且陈老师说，这种病经常容易出现幻觉。你是说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找他问清楚啊。别激动，这个时候去逼问他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不行。我本来还以为要费一番功夫才能找到你。对不起。对不起谁呀？你该说对不起的人已经听不见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我理解。可是有些话，我今天必须要说清楚。等我说完，你想杀了我都可以。杀了你，能让柳叶活过来吗？啊？他是个病人，不能这么刺激他。先看他想要说什么。
你说我是病人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大概在半年以前，我开始出现了幻听的症状。我以为是学习压力太大了，但是后来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，我开始分不清楚现实还有幻觉的区别。情绪也慢慢的不受控制。后来我就去了医院，医生说我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我开始按时吃药，配合治疗。情况也开始好转，但是那天我受了刺激，本来我都快好了，但是那天我想说的是，也许那天是我发了病，也许他真的没摸我。什么叫也许？你之前那么笃定，就是柳叶摸了你，所有人都以为是他。现在他死了，你一句轻飘飘的也许，就想带过去了。那个时候，地铁7号色魔事件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当时我真的很害怕。我心慌，我听不到别人在说什么，我喘不上来气，我是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出来澄清呢？我有想过，其实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第一时间去网上发了一个帮他澄清的帖子。可是没有人相信我。他们说我蹭热度，说我贱，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我撒谎，占用公共资源，我活该被摸。他们真的说的太难听了，我受不了，所以我给删掉了。我后来有想过去找柳叶。我是想给他解释的，
还是心慌难受，完全不敢面对他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应该再勇敢一点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，对不起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柳叶已经死了。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们要大要骂都可以。你走吧。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。我认识你们之后，能感觉得出来，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。我真的太坏了，该死的人不是他，是我。桑宁，你来是？我来找乔林，有的话必须要当面说清楚，我才会安心。啊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我要去找柳叶告别了。道理我都明白，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原谅他。哎，我在门口碰见桑宁了。他是过来跟我们说柳叶的事。说什么了？乔玲的怀疑是对的。那天大概率没有人摸过桑宁，这一切都是他发病时产生的幻觉。什么？那他早干嘛去了？今天来说？他说他试图在网上澄清过，可是很快就被网上的负面言论给淹没了，他就删帖了。他也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，而且还有那么严重的精神疾病，想来这段日子应该也不好过。怪不得，他刚才说话感觉怪怪的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什么要把话说清楚才走得安心，还说要跟柳叶去告别。坏了，走哪儿去？我们会不会有点想多了呀？他话都说成那样了，那他也不知道柳叶家密码，我们能在他家门口堵着吗？我们到了之后先去天台，他很有可能在那儿。啊！师傅，您稍微快点开吧，人命关天。桑宁，你干嘛呀？你们别过来！别冲动哈。是我害死了柳叶。怎么你想死啊？是我害死了他。嗨，宁宁，阿宁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直说啊，这不说是你，就这种情况是你。桑宁，你们干嘛呀？桑宁，你们干嘛呀？你们想干嘛呀？
你想干嘛呀？啊？想死了，一了百了啊？我是恨你，但是你别想死，因为你死了，知道真相的人又少了。知道真相又怎么样？我的世界已经不会再好了，柳叶她也不可能再活过来了。所以呢，你就想用死的方式赎罪吗？你做梦！你要真觉得对不起他，你就应该跟我们一起想尽办法为柳叶还一个清白，这才是你应该做的，你明白吗？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现在给你一巴掌，能打醒你吗？啊？柳叶是因为你死的，你配死吗？桑宁，这段时间我们也很煎熬，但是我们不能放弃。不管那些人有多混蛋，不管他们心里到底有多少恶意，你也不能放弃你自己。因为柳叶如果在的话，他一定不希望有人再因为这件事想不开了。桑宁，别再有这样的想法。我的人生真的非常糟糕，求求你们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一下，后面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你们不知道，对我来说，死真的比活着要容易。桑宁，拿出你想死的勇气，活下去吧。谢谢你们，我好像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这不桑宁吗？他开直播了。桑宁啊，地铁上出事儿那个啊？啊，说是要爆个惊天大料，又花痴了，给个链接吧。喂，珊珊。乔宁，桑宁正开直播呢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什么直播啊？你看看吧，跟7号线的事儿有关，说是观众过万就开始讲。你把链接发给我，我现在就看。好。请大家不要打赏，我不会关闭这个功能。老祖婆，这几个意思啊？不清楚。不过他之前不是说他有办法吗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破1万人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桑宁，是7号地铁猥亵事件的当事人，也是归都大学法学院的一名研究生。这是我的学生证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是7号地铁猥亵事件的真相，但在这之前，我要说另一个人，他叫许君山。怎么了，桑尼？啊？你没事吧？用力找寻时间里。